小伙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德国越过越穷了？工资到手只有税前的一半，物价飞涨，福利肉眼可见的缩水，出门一看，那基建拉垮的呀，满大街都是占损风的公共设施。但如果我告诉你，就在你每天精打细算、勒紧裤腰带，觉得整个德国经济要完，大家都要抱团吃土的时候，截止2026年的第一季度，德国在海外攒下的净资产居然达到了3.9万亿欧元，这相当于整个国家 GDP 的86%啊！如果把这笔钱全换成100欧元的钞票，首尾相连，就能直接绕着地球赤道铺上143圈。从宏观的账面上看，德国简直富得流油，这就很魔幻了，对吗？一边是国家账本上的铺天富贵，另一边是我们普通打工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巴。这3.9万亿欧元海外净资产，难道是被外星人劫走了吗？为什么宏观上的德国和我们实际生活的德国看起来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这笔巨款肯定是顺着海关流进德国财政部的金库里了呀，政府马上就能拿这笔钱吸收那些破铁路，发福利，给我们打工人减税了，好日子就要来了。但各位，德国央行 Bundesbank 透露，这3.9万亿欧元呢，是德国的央行、银行、保险基金、企业、家庭，还有政府持有的全部海外金融资产，减去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德国金融资产之后算出来的一个净差额。这就意味着，国家虽然富得流油，但这些钱绝大部分根本就不在政府手里，不仅不在德国政府部门自己的对外净头寸，竟然是负的1.138万亿欧元。为什么？因为外国投资者手里攥着大把的德国政府债券，而政府自己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根本填不上这个对外负债的窟窿。单看跨境资产负债表，政府净欠外国投资者1万多亿，是个纯的超级大富翁。那这波泼天的富贵到底去哪儿了？这将近3.9万亿的海外净资产主要由几类东西组成，有德国老板在海外盖的厂房，买的外国公司股份，炒的外国股票和债券，放给老外的贷款，存在外国银行吃利息的存款，别人还没结清的贷款，还有央行的压箱底的储备资产。这笔巨额资产不是趴在账上静止不动的数字，它是活的。华尔街的股票今天涨了，它跟着膨胀；欧元汇率撇差，它跟着抽风。老板们今天多投了一笔，或者要回来一笔烂账，他立马就给你换一副面孔。说白了，这3.9万亿根本不是国库里的现金。所以当我们抱怨德国有那么多银子，为什么还不去修破烂的铁路和各种占损风的公共设施时，就好像是在指责隔壁汉斯，既然有钱去美国买大别墅，为什么不掏钱把小区的路给修好一样荒谬。因为那是私人企业金融机构的钱，不是公共金库。很多人会觉得，就算钱不在政府手里，在企业手里，也是肉烂在锅里嘛。企业赚钱了，我们这些打工人也可以跟着喝口热汤，工资涨一涨，不也是国家变富，老百姓沾光吗？好，我们假设德国一家企业卖给外国客户一台价值100欧元的精密机床，首先这100块钱进了企业的账户，还没捂热乎呢，就要先付掉进口钢材、橡胶、传感器以及能源的成本。扣掉这些，企业要给国内的零部件供应商结账，还要付员工工资，还要帮员工交社保。这时候终于轮到我们打工人了，我们有了工作，饿不死了，看病有保障了，这就是我们打工人分到的最大的一杯羹。另外，企业还要扣除机器厂房的折旧费以及还给银行的利息，最后乖乖交完税，剩下来的那部分才是企业的税后净利润。这笔钱老板怎么花？要么变成股息分给国内外股东，要么留在账上，直接去海外买外国公司股票，买外国国债，或者干脆在国外建个新厂。你以为企业的胜利会自动转换成打工人的胜利？怎么可能？员工和股东签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份协议啊！你领的是在通胀面前一文不值的死工资，企业就是卖上天也不会按营收比例给你自动涨薪，股东拿的是剩余利润，没有上限。我们就拿车企 BMW 和化工巨头 BASF 来举例子。BMW 2010年到2019年的营收从600多亿欧元暴涨到了1040亿欧元，企业赚翻了吧？同时呢，人家在美国、墨西哥、中国疯狂扩建产能， BASF 更绝，一边在德国老家关停装置重组降成本，另一边砸下87亿欧元，把中国湛江打造成全球第3大一体化基地。这说明什么？资本根本没有国界，国家的宏观富裕不过是跨国企业在全球疯狂吸金的数字游戏。这保住了他们在全球的垄断地位，也能养活德国总部的高管和研发，但你永远别指望他们在海外流水线上产出的利润能自动变成你这个在德国打工的人的年终奖和加班费。截止2025年第4季度，欧洲央行搞了个实验性分配财富账户模型估算，德国家庭每户的平均净财富是多少呢？48.2万欧元。听起来好像人人都可以原地躺平退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那么有钱呢？
千万不要被平均数给骗了。在财富统计里，用平均数来衡量普通人，就等于把你和马斯克放在一个房间里，然后说你们俩平均下来都是千亿富翁一样。我们要看就要看最真实的中位数，就是排在全社会最中间的那个家庭的资产只有 12.9 万欧元，平均数比中位数高出将近4倍。同样是2025年第4季度，全德国最富有的 10% 的家庭手里攥着全社会 59.5% 的净财富，而净财富排名后 50% 的家庭手里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居然只有 2.2%。 所以下次我们看到宏观数据说德国家庭净财富又涨了，千万别当真，我们只是因为有幸跟富豪们呼吸了同一片空气，就在宏观报表里被强行共同富裕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马太效应？欧洲央行的实验统计数据还显示，德国财富排名后 50% 的家庭钱都趴在存款和保险里，而最富有的 10% 的家庭手里全是股票、基金和企业资产。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德国央行2023年对全体家庭的调查， 67% 的德国家庭有储蓄账户， 39% 的家庭有私人养老或寿险，但是全德国只有 18% 的家庭直接持有股票，只有 24% 的家庭持有基金，拥有企业资产的只有 8% 的家庭。普通家庭靠死工资和低风险储蓄续命，高财富家庭靠企业估值和资本市场实现财富增值。当存款收益跑不赢通胀时，账户上的欧元看起来没有减少，但能买到的东西却每天都在缩水啊。而当那些工业巨头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股价上涨，大发股息的时候，持有更多股票、基金和企业资产的富裕家庭就多了一台24小时不休息的复利印钞机。当然了，股价也会跌，企业也会亏，但尴尬的是，没有这些资产的大部分的普通人，连跟人家一起坐过山车体验心跳感觉的资格都没有。那么好了，海外资产不在国库，企业赚钱不涨工资，富人越来越富，我们认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德国的出口模式从头到尾只养肥了股东，普通人啥都没有得到？可能很多资深刘德华会说，小雨，你这就属于贩卖焦虑了啊！我10几年前来德国，在车企工作，日子过得很滋润呢，没你说的那么惨呢。一点没错，从2005年到2019年是德国出口模式的高光时刻。在这段日子里，德国失业率从2005年的 13% 降到2019年的 5.5%。2019年就业人口达到了差不多4530万。直到今天，德国联邦统计局还很骄傲地说，德国有将近1/4的岗位是靠出口需求养活的。但这1/4的岗位可不光是车厂里拧螺丝的工人，它还包括了零部件供应商、物流小哥、做工业软件的、银行、保险、工程资讯、搞清洁的、食堂大爷大妈，还有无数围着工业城市吃饭的小企业。对我们普通打工人来说，出口模式最大的红利从来不是你股票账户突然翻倍，而是你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每个月有人替你交社保，工会能帮你拍桌子谈工资，地方政府也能从你的工资、消费和企业利润收到税。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当时天时地利人和的神仙开局上的。那是有中欧和东欧供应商提供又便宜、距离又近的零部件，西边有欧盟统一市场和共同货币，德国企业卖货不用承受马克不断升值的压力，北边能获得便宜的俄罗斯能源，还有当时处于工业暴走期的中国的庞大市场和消费能力深不见底的美国，国内还有隐形冠军企业、硬核工程师和几十年攒下的制造技术。你看这 buff 跌的，德国企业满世界接单，国内工厂机器开足马力，领失业救济金的少了，社保交的多了，市政营业税暴涨。想想那个时候，曾经有段美好的日子放在我面前，却没有珍惜。最扎心的来了，现在德国手里的王炸正在一张张的作废。曾经是最大高端消费市场的美国开始搞保护主义，人家大笔一挥，把大部分欧盟货的关税最高直接顶到了 15%。俄罗斯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是彻底结束了。德国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赛道，从发动机、机械突然一个漂移切换到了电池、软件和操作系统。中国也从最大客户变成了最大竞争对手。以前中国主要负责买德国车、机床、化工品，现在中国企业不但越来越多的使用自己的产品，还开始把车、机械和工业设备卖到欧洲和其他国家，直接跟德国企业抢生意。这意味着德国企业不但在中国赚得越来越少，在欧洲和其他市场卖出的货也越来越少。
一旦德国本土的整车厂和机械厂减产，为他们提供零部件、设备和技术服务的德国供应商也会跟着丢掉订单，而订单一旦减少，普通在德国的打工人就惨了。工厂遇到这种情况，标准操作是什么？首先，把你的加班费砍了，班次减了，大门一关，直接冻结招聘。如果生产线还是吃不饱，那就要开始推迟加薪，奖金也别想了，还要缩减投资。最后，只要老员工退休了，或者有人自己辞职了，那个空出来的工位直接原地封印，再也不会招新人补位了。大众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大众已经宣布到2030年，德国境内要削减大概5万个岗位。大众已经决定削减德国工厂大概73.4万辆的生产能力。原来说好的涨工资推迟了，2025年和2026年的员工利润分成直接叫停，每年给年轻人提供的培训岗位直接腰斩，从1400个减少到600个。对已经在大众的打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加薪会变慢，奖金减少。对刚毕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来说，单单想进这家企业就难上加难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对于那种把身家性命全压在一个巨头身上的工业城市来说，根本不需要等着5万个工位全部蒸发，财政就出现危机了。看看大众的老家 Wolfsburg，2024年这座城市的营业税收入跌到1.51亿欧元左右，比上一年少了1.08亿欧元，降幅大概是4成。由于企业税务数据保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把这4成降幅全部扣在大众头上，但 Wolfsburg 的财务报告已经承认，如果全市最大的营业税纳税人贡献大幅下降，城市的财政平衡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更黑色幽默的是什么？这些巨头企业一遇到风浪，根本不需要自己咬碎了牙扛下所有啊！德国的公共保障体系早就贴心的准备好替他们兜底了。最典型的就是德国这套祖传绝学 Kurzarbeit 短时工作制。工厂没订单了是吧？按理说老板得干耗着养你对吗？不是，老板可以直接一摊手，家人们今天只干半天活，我也只发半天工资哦。那你少的那一半净收入怎么办？公共失业保险就会闪亮登场，替老板给你补上差额的60%。如果你家里还有个吞金兽，那就会大发慈悲补给你67%。但在被减掉工时造成的那部分净收入损失里，仍然还有33%到40%没有得到补偿，吃亏的还是打工人。你看，在这场危机里，老板虽然还要交点社保，但比起硬扛全额工资，用工负担已经是断崖式下跌了。老板长舒一口气。可打工人呢？每个月拿到手的银子是真的少了很多，就这么耗着，到了2025年8月，全德国大概有17.2万人处于实际的短时工状态，光是制造业就有大概13.2万人被迫体验这种削定额的打工。你说他失业了吧？他还定时去厂里打个卡，但你说他上班了吧，他可能连逛超市都逛不起了。如果说短时工作制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一旦遇到那种毁灭性的系统性危机，政府甚至会动用纳税人的钱冲上去给企业当超级接盘侠。比如2022年俄罗斯天然气一断供，能源危机大爆发，能源巨头 Uniper 眼看就要完，政府1秒钟都不敢犹豫，直接砸了快135亿欧元的巨款进去强行续命，一口气拿下了这家企业超过99%的股权。所以当一家企业大到国家不敢让它倒闭时，企业自己承担不了的损失，最后就会被搬到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由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说到底，繁荣的时候，德国企业在全世界卖货，持有股票、基金和企业资产的人拿到的是股息和资产升值，普通打工人拿到的主要是一份工资、一个岗位和几年相对安稳的日子。但工资和资产有一个致命的区别，工资必须靠你继续上班才能拿，资产却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继续替它的主人赚钱。等到繁荣结束，企业订单减少，利润下降，账单又会顺着另一条路传下来，减产、短工、取消奖金、冻结招聘、岗位消失，再通过减少的税收、增加的社保支出和受压的地方财政扩散到更多普通人身上。搞笑的地方就在这里，繁荣时期没有平均分配的收益，到了衰退时间却可以变成所有人都要分担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每天在公司群里跟 HR 扯校绩，等着下一次加薪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新闻里说德国拥有3.9万亿海外净资产，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分一杯羹。一个国家很富和我们有没有抵御下一次危机的资产是两回事。繁荣的时候你究竟分到了什么？危机来的时候又准备让你拿什么买单？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